桂英，你别生气。你听我说，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。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。挡什么面子啊？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。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？按辈分的话，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。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，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，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？那天波府的人，不都是朝廷命官，端皇帝的饭碗吗？那就该当孙子吗？看着吧，有朝一日，我擒住那皇帝老儿，让他到我们木刻寨去养马喂猪，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？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。你虽然赢了我，我爹和我奶奶，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。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，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。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，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。宗宝，我想木刻寨，想我爹了。等到玉辽回来，我就陪你去山寨住。真的？木刻寨比城里好多了。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？我们木刻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。除了冬天呀，漫山遍野的野果子，你想吃什么有什么。哎，还有我们那个后山那个泉水，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，不知道多鲜呢。你都没吃过。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？除了人就是人，挤得跟猪圈一样。宗宝，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，自由自在惯了。你说真的到了城里，我能适应吗？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。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，多可怜，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，耷拉个脑袋，跟孙子一样。我说实话，我们木刻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。哼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小的时候，我看见我爹，还有那些朝廷大臣，对皇帝卑躬屈膝的，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，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。那还不简单了？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口，狗拴上链子一样的。不对呀，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，我说的是大实话，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？你说的吧，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。哎，桂英啊，你想想看，你进了天波府以后，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。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，一起习武，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，多过瘾啊！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也是。八贤王啊，宗宝疯疯癫癫，是老身教育无方啊，老身向你赔个不是。是啊，太君太客气了，咱们两家相交甚好。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，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，咱们亲上加亲。可宗宝喜欢桂英，也很好。只不过本王不知道，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。王监军，延昭感激您呐。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，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保之事，都得到了王监军的鼎力相助。延昭在此深表谢意。哎，杨元帅这话，庆龙可承受不起啊！说实话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出于为公。再说，若辽军进犯，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。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。圣上拜您为帅，让我做粮草押运官，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！咱们可真谓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！正是啊！宗保乃御敌前锋，若有闪失，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。本官
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？有王监军这句话，本帅领兵出战，也就无后顾之忧了。我王庆龙无才，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，这次沾杨元帅的光，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。啊！来，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，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。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，形成了快、猛、多变之风。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，我颇感吃力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。宗宝，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，看咱俩刚见面不久，亲热还没亲热够呢。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，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。切，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？那就凭你掉以轻心。哎呦，骄兵必败，这是兵法要则。这兵法上都说了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你都不了解我姑姑，如何胜她？干嘛呀？这主意好啊！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，还能把桂英迎进门，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。这样顺理成章，天波府又添了一员猛将。王大人，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。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，现在很难讲啊。哎，为何？虽然她武艺不错，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，也非易事啊。哎，还真打呀！哎，做做样子，遮人耳目得了。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，和桂英较量，那是真刀真枪啊！嗨，用得着吗？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。这样也好，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、走过场。来，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。桂英，嘿，小姐，听好了，我姑姑出枪之快，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，要不然会被她刺中。看好了啊！撞，嘿，这，宗宝，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动作潇洒，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。你想什么呢？听本将军给你讲。啊，你讲，你讲。听着，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，那就是狠。她善于挑枪，你一定要握住大刀，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。哎，干嘛呢？八妹，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，她找个理由搪塞，情有可原。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？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，我就不信了。再说了，她一个乡村姑娘，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？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，宗宝喜欢就好了，你别跟她瞎操心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宗宝是我侄子，我当然得操心了。那丫头太疯狂了，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。我要不压着她，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？这要在木克寨，早有人应了。桂英，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，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。宗宝，我怕进天波府，输了正好回木克寨。为什么呀？这不是你的脾气。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，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，这才几天的时间，你就判若两人。你想听实话吗？嗯。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，我这心里就发怵。你想想看，我擒过你爹，拍过他脑门，拍过他屁股，
这要是进了天波府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多别扭啊！还有你娘，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。你想，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，她心里得多别扭啊！唉，所以这招降啊，只是个借口，她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，这才是实情呢。桂英，我向你发誓，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行吗？小姐，别管真假，你得战胜杨八妹。是啊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对。还别说，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。那是，还是彩云聪明。那当然啦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现在练给你看，行吗？来，彩云，走，哎，快点，来，哎，来呀！别来虚的，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。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，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，都盼着娶她进门。如果我们告诉了你，你战败了桂英，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？二位嫂嫂多心了，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，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一直喜欢公主，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？啊？哎，那不一定啊。现在辽兵压境，杨家需要将才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过，说话得算数。哼，好。桂英，你看啊，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，直上打下。哎，你看啊，来，彩云，来，这，来，这，嘿嘿，来，你来感受感受。不用，我看就行了。不练哪成啊？咱俩是新婚燕尔，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。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？哎呀，我看着呢，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？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太小看我姑姑了。想当年，她一个人挑下了10几个敌将呢。那是想当年，可是她现在老了。老？她比你就大5岁。大5岁，那就是明日黄花了。彩云走。桂英，你不能这样吧？桂英，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，就有回旋的余地。郡主，你还挂念着公主啊？宗保和桂英啊，已然结成了夫妻。这公主和宗保，没戏。可是公主对宗保一片痴情，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，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。得了吧，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，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保做小呢？宗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，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？到那个时候，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哦，哎，六哥，不用客气，坐吧。好。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。我们说，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，到时候进了天波府，还不搅翻了天？你们呐，你们就没看出来，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，战败了她，不要说宗保佑没完没了，太君也会生气啊。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，要是惹怒圣上，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。哎，八妹，哥，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。哥，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。哎呀，八妹，让你哥难堪了。这怎么了？哎呀，六嫂，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，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。行了，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。哎呀，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
你用得着问完大嫂，问三嫂，又问你哥吗？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，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，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，我哪敢小看这妮子？哎，排风不是跟他交过手吗？你可以问问排风啊。哎，对呀，排风。走了，慢点儿。哎，慢点儿。嘿啊！吓我一跳。姑姑，你干嘛呀？哦，对了，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包子就要出笼了。等会儿收拾好了，排风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我这也是正事儿啊！走，现在就跟我去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你干嘛拖我呀？包子马上就要熟了。哎呀，你和穆桂英交过手，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。哎呦，哎，这事儿啊，这个呀，您该问老太君去，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。你傻呀？你就没看出来，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。我去问，她能告诉我吗？你去告诉我吧啊！啊，不说。哎呀，真不说？就不说。好样的啊！好。哎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服了！小姑奶奶，服了你还不行吗？哎，看着，啊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。哟，嘿呀，嘿，哟，嘿，哈，看明白了吗？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穆桂英啊，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。上次啊，我用枪刺他，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。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？这该死的宗保！哎，不过啊，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，动作小，看似轻轻一碰，其实力有千钧。哦，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啊？哎呀，我的包子呀！哎呀！哎，排风，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？哎，嫂子，不怨排风，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。是啊，我觉得包子糊了，这馅儿更好吃。对，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儿了。好吃。你尝尝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！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。哎呀，真香！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娘，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，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。排风啊，哎，你别跟老身了，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。奶奶，排风任你打任你骂，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，千万别赶走排风，奶奶。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儿了，我能要你吗？奶奶，排风错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排风错了，走吧。错了，奶奶，排风错了，奶奶。八王爷，诸位，本元帅奉圣上之命，率兵抵御辽军，麾下正缺良将。穆桂英身手不凡，武艺高强，本帅意欲招他为将。可是毕竟山外有山，强中更有强中手啊，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。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，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。公主慢点。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。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，
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！比武开始。承让了。桂英，穆桂英，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？怎么了？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？知道啊。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？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。这丫头，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桂英，你也太狂妄了。杨八妹，乃大宋骁将，你用佩剑，胜败已经分明。可杨八妹胜之不武。我要是用了大刀，那才叫胜之不武呢。此话怎讲？穆桂英年轻，八妹呢是长辈。我这要用大刀的话，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？穆桂英，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。穆桂英，你竟敢如此侮辱人！七娘，好了，穆桂英啊，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本帅不再多说什么。比武开始。好，对不住啦。好。嗯。不许耍赖啊！都得干了，一口闷。来，干！干！哎呀，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！你说你一只手玩他，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，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！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，我一想啊，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，一寸短一寸险。哎，你呀，心眼真多，你可别把我给卖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对我好眼啊！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，我真把你给卖了呢。哟哟，你也买不上钱。两将交手，并非全都是比武艺，还得比技法。论武功，你和桂英不相上下，可是论技法，这相差太远了。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，可是她呢没用大刀，她改用佩剑了。你琢磨了半天，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。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。看似佩剑不如大刀，其实呢，她已经胜你3分了。哎，她说你年纪大了，你火冒三丈，心就乱了方寸。她挑断你的腰带，你心火更盛了。不战，已胜负分明了。沉不住气。哎呀，
哎，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，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，只重勇而看轻智。可两将或两军对阵，智要比勇更重要。娘，您的话儿媳记住了，明天和桂英比剑，定当注意。八妹，明天我给你报仇。你看，哎呀，你这是没听懂啊！这射箭啊，讲究心平气和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。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，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。知道了，给。好。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。那当然了，不过跟你说，我跟你七娘比的时候，我不用弓箭，我用弹弓。为何？你七娘呢？这还得预疗呢。那箭呀，拔出箭头照样伤人，弹弓则无妨啊。想得真周到啊！那是，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。我这个神弹手呢，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。对，打哪儿指哪儿。哎，不对，是指哪儿打哪儿。哎，桂英，啥？桂英，桂英，桂英，等等我！哎，穆桂英确实厉害，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，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。监军，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。别说一时，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！监军，你说这有能耐的人，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？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。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，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。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，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。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？娘，您找我。郡主啊，桂英她能文能武，不是老身妄言吧？对，是。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，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。他们看不上桂英，这不要紧。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，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，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。娘说的是，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，可她出奇的聪明，她和宗保如此相爱，做你儿媳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对呀，你是不了解桂英，你要是了解了桂英，你就会喜欢上她的。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。哎，你琢磨琢磨，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。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。好，这。
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？没想到如此大力士，竟沦落成乡间草民。本人喜欢乡野，不愿入仕为官。现在辽军进犯，正是用人之时。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？哦，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！你知道啊，就不用再试了吧？就是。你，哎呀！哼，还想试试吗？果然是铁身板。八妹，尽管来。嗯。坐。练功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！田壮士，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！王监军善待小人，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。好。只要杀了穆桂英，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。等辽军进军中原，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。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，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。好。壮士当年没有入仕，是聪明之举啊。朝中无人，升迁无望。只要跟了王监军，飞黄腾达，那是指日可待呀！干！小人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隐姓埋名，就等这个机会呢。穆桂英，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，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，若能再胜，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。比武开始。
没事吧？看起来。来，快起来。呀，对不住了。好，比之此时谁高谁低，以见分晓。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。好。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，不负众望啊！本帅宣布，即刻起，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。穆桂英和他们比武，不过是遮人耳目。何方莽汉，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，大胆！哼，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，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？我跟你打！哎，宗保，哼，我不跟你比，跟穆桂英比。行，你下来，我跟你玩玩。停！停！这位壮士，穆桂英已连战2日，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，这有失公允。我看不如改在明日。好，明日可以，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，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，以免无人评判。好，大家听着，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，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本帅已招你为部将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。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，有人陪玩，正好消遣。穆姑娘切不可小看此人，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，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，致使1死2伤。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。此人呢，2年前就销声匿迹了，老身就觉得蹊跷。今日出现，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。习武之人，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，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。他胜了武状元，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，岂不怪事啊？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，绝非巧合。所以桂英与他之战，定要取胜。如果失守，则为出征蒙下阴影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，就看你的了。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，可实话告诉你，老身非常担心。就算你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，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。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，点到为止，让大家见识见识。那就开始吧。是。承让了。壮士，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，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。多少人和他交手，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。那是玩兵器，有回旋的余地。如果拳脚相向，拼的还是实力。不，实力还包括谋略、战术，并非全是力气呀。监军为了你能取胜，
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，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。哈哈哈！监军过于担心了。哈哈哈哈！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